我说北极呢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让我来告诉你们。去极地旅游是每一个探险旅行爱好者的梦想。这期视频你将看到去到北极，也许比你想象的更容易，也比你想象的更有意思。北冰洋的这个下面1个小时。来加拿大的小伙伴呢，一般都会去2个地方看北极光。偏西海岸一点的这个城市呢是白马市，偏东海岸一点的这个城市是黄刀市。这2个城市呢离北极圈，这里是北极圈的北极线，而我们现在在的城市呢，我们在的城市在这里，叫做 Inuvik。然后这个城市呢离北冰洋，这里是北冰洋，只有这么一点距离。然后整个行程我们会在北极圈里面待差不多1个星期的时间。然后希望这个视频你们能跟我一样 have fun， 然后至少感受一下来北极旅游是个什么情况。如果你们要来的话，也可以做一个攻略，好吗？看一下我们住的屋子吧。然后那里有个壁炉，然后有很多的窗子，外面都是雪景，然后还是一个小套间。这边是床，然后在那个旁边有个桌子，你可以在雪景旁边工作。然后这边是厨房什么的，然后浴室、卫生间，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小床，另外一个洗漱台。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是来了这边我才知道的，就是如果在你的环境温度低于零下20度的话，你停车，为了车的电瓶不坏了，你得有一个东西一直接着你车的电瓶。想在零下30多度的北极长时间户外运动，这应该算是一套标准流程：2双袜子、2条裤子，防止面部冻伤的面罩。接下来是第3条防水性更全面的背带雪裤，专业的雪靴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环。在我的保暖内衣、羊毛衫和羽绒服之外，再套上专业的极地服，最后是鹿皮手套。每次出门前至少5分钟的穿衣服时间。出发。一队人3个人坐狗拉雪橇2个小时，另外3个人坐雪地摩托。我们这个狗拉雪橇其实是个交通工具来的，把我们带到一个小木屋，然后在那个小木屋里就可以看极光什么的。然后全程是2个小时的狗拉雪橇，所以有很多的东西要学会，反正很多的命令对于那个狗，然后就不让我们拍视频。不过我想办法尽量拍一拍吧，好吗？别叫了，别叫了，过来了，哎呦！然后每个人的狗是自己的，雪橇也是自己的，它会分配好根据你的重量，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。This is your leader dog. This is Herschel. Yeah. You say Herschel. Okay. Yeah. 都跑起来以后就安静很多了。这种狗拉雪橇有一个好的地方，就是它真的能带你到一些你汽车来不到的地方。然后像这样一片空旷的大湖，湖面上没有一个脚印，没有一个车轮印，只有你和你的狗狗。因为我们的狗跑太快了，我们跑2步就会追上前面的，所以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，我让他们等一下，然后我们一会儿就追上去，好吧？看好了 ，Ready, Go！ 现在这里也好美啊，然后现在我后面的那个摩托已经去前面了，我一个人在后面，又回到了平静祥和的北极岁月。
我的狗狗们不愿走了。OK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现在我们是最后一队了 ，Let's go，go go go。啊，太好笑了，这些狗，还是小朋友狗，然后走不动了就不愿意走，就找各种机会就偷懒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这人太累了1个多小时，有2个小时吗？肯定有啊，我们都有1个半小时。已经回到了我们的小木屋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 ，Good boy，Good boy， 好了好了，啊。来到了17公里以外的这个小木屋，然后大家在里面可以泡一泡茶，就在这里休息。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各自做狗拉雪橇和骑摩托的经验，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呀？有没有摔跤呀？脚是怎么被冻掉的呀？大拇指。然后可以看到下面一片的湖，是结冰的河。然后我们就是从那个下面过来的嘛。然后那边是夕阳落日，然后还有一个彩虹。让我给你们看彩虹。Look at that！ 早上好。好，现在是我们在小木屋起来的第2天，然后我们全部人穿上了这样的鞋子。OK， 那边就是我们住的小木屋。这些是兔子的脚印，小兔子。Get ready, get set, go! Come on, go, go! Race is on! 哎，好了，拿你的这个挡一下。白头发。来的时候我们骑的是狗拉雪橇，回去我们要骑这个摩托车。这个像什么？这个特别像。行程的第3天，我们乘车从 Inuvik 往北冰洋进发。2个小时的车程，我们会穿过麦肯齐河三角洲区域。作为加拿大最长的河流，麦肯齐河最终会汇入北冰洋。路途中有无尽的冰雪、铲雪车、岩雷鸟、北极湖，以及我们渴望探索的眼睛。现在终于到了这个城市，然后叫做，简单来说呢叫做 Tok， 长一点说呢叫做 Tatoyaku Tok。这个城市就是在北冰洋边上的最后一个城市了，它紧邻着北冰洋。朋友们，千辛万苦，这一片就已经下面就是北冰洋的海水，然后现在是因为全是冰全是雪，我们走到这个下面，这里应该就是沙滩，有没有沙滩？北冰洋畔没有沙滩，泥巴地，然后现在下面这一片全部都是北冰洋的海水，大家在上面跟北冰洋合影，然后我在北冰洋里面拍我的小视频。这个上面写了，这里离北极点还有2287米，87公里。然后这上面有到悉尼的距离13000公里。还有什么地方？没有标中国哈。我想捡一块小石头。我在这个北冰洋的这个下面捡了2块小石头。然后我们来到图克市的一个本地家庭做客，
土生土长的因纽特人 Roger 和维尼夫妻两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，一进家门就把我们领到餐厅。餐桌上有 Roger 自己打猎得来的鹿肉，混合胡萝卜、大米、通心粉所熬制的浓汤。女主人维尼自己在当地采集的蔓越莓制作的果酱，以及同样是自制的小饼和面包。我在努力品尝的同时，大家在一旁交流了不少北极生活的方方面面。So if you get a caribou or a reindeer and you cut it and butcher it in Greenland. This is a muskrat fur hat when we're traveling out there. 最后 Roger 还把自己的各种民族服饰、打猎装备拿出来，让大家交流和体验。Moose skin, rabbit 可以近距离感受一个地方的风土和文化，结识当地民族的朋友，难道不就是我们不远万里奔赴世界不同地方去旅行的意义吗？朋友们，今天是我们在这里的第4天，然后我们租了2个车 ，Inuvik 这个 town 逛一逛，然后去河上冰面上开车。到了冬天，路上结冰以后，那条路就变成了政府认证的一条公路，然后在夏天的时候它是河。这个教堂呢，是这里的一个地标了。现在我们已经在河上走了差不多1个小时的距离吧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全部是冰。上面有气泡，还有裂缝。有吗？你在车上你不觉得？你在这里看你就觉得你马上要掉下去。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求你了！我的爱人。Take 2。1, 2, 3。